3年前，為開拓海外商路，遠赴南洋，我便將我一手創立的京城無人不曉的鼎奢商鋪錦辰閣交給女兒寧華打理。此後，只能靠一封封書信與女兒和孫女聯絡。信中，母女2人次次都報平安。夫人，錦辰閣這個月營收又漲了3成，辛苦你了。憶及當年，刁玉坤還是一介身無分文的窮書生。出門求娶寧華時，我一眼便看穿此人野心暗藏，當場堅決拒婚。可刁玉坤卻對着蘇家列祖列宗牌位指天發下重誓：我刁玉坤对天發誓，此生只娶蘇寧華一人，絕不納妾，一生一世護她周全。女兒願意跟他過苦日子，求您成全。罷了，只盼你一世安穩。我在信中說7日後才歸，此番特意低調提前回來，就是想給寧華和念和一個大大的驚喜。庭院青石乾淨，花木修剪整齊，可空氣中卻彌漫着一股久無人居的冷清死寂。房內光線昏暗，桌椅、妝台之上皆附着一層薄薄的灰塵，衣物雖疊放得規整，卻明顯久未動用，連孫女平日最愛把玩的繡棚也積滿塵絮，整間屋子沒有半畝母女2人生活過的煙火氣息。應風，即刻去查大小姐的下落，半炷香內必須匯報。屬下遵命。哼！我正花重金疏通關係，謀求縣城一職，步步謹慎。若是咱們兒子當街強搶民女，將人打成重傷的事情鬧到官府，我這麼多年的籌謀努力，全都白費了。相公，你怕什麼？你可是錦辰閣的長侍，富可敵國，隨便拿點金銀珠寶打發一下，不就萬事大吉了？這是當年蘇艷秋親自給蘇寧華的生辰禮物，價值連城。用它去打點被打的那家人，必定會閉嘴。拿着這隻赤金點翠步搖去處理，務必讓傷者家屬封口，不准他們去官府報官，半個字都不許泄露。放心吧，相公，這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辦得妥妥當當。老爺，不好了，老夫人已經提前回府了。信上明明說7日後才回來，怎麼會提前回來了？我這邊一切都還沒準備好。蘇寧華不過是錦辰閣名義上的東家，真正掌權的人是蘇艷秋，我得謹慎應對，絕不能露出半分馬腳。尊主，屬下已查明，寧華小姐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3年前的京城廟會，之後便對外宣稱染病前往相中調養。可屬下查遍城郊所有別院、農莊，均無寧華小姐的蹤跡，更無任何養病記錄。經多方求證確認，寧華小姐早在3年前就已被刁玉坤殘害，屍骨藏於院中枯井之中。那竟是寧華的屍骨。這3年來與尊主通信的所有內容，全都是刁玉坤模仿寧華小姐的筆記，一手偽造而成。都怪我，一輩子在商場摸爬滾打，閱人無數，竟然還是被這3年的假書信徹底蒙蔽。是我識人不清，是我親手將女兒推入了絕境。刁玉坤求見。岳母，您怎么提前回来了？也不提前知会小婿一聲，小婿好親自出門迎接。我女兒寧華在哪裡？這老女人一回來就問蘇寧華的下落，她該不會是察覺到什麼了吧？岳母有所不知，夫人3年前不幸染上顽疾，獨自去鄉上調養，至今未癒。
蘇燕秋不過一個富商，再有錢也查不出我殺了蘇寧華。念和下落不明，我得先確定他的安全，再慢慢跟你算賬。既然如此，你即刻动身前往鄉下，把寧華接回府中。今晚我白喜晨宴，一家人必須團聚，一個都不能少。是，小婿這就去安排。念和呢？我的孫女為何也不在府中？小婿把念和送入了瓊芳院，京城專供皇親貴女學習規矩的最高檔院所，定能把念和養得端莊大氣。女兒以含冤而死，念和是我唯一的骨血，拼盡一切也要護她周全。岳母一路勞頓，先歇息。小婿商鋪還有要事，先行告退。去吧。迎风，備車，即刻前往瓊芳院。是。嬷嬷，请留步。什么事？嬷嬷，我是苏念和的外婆，特来接我孙女，请問念和現在何處？蘇念和那小丫頭片子昨天就擅自離院了，下落不明，我們可管不着。應風，全力追查念和的下落。尊主，念和小姐身在回春堂医馆，傷勢極重，只剩最後一口氣了。什麼？念和，外婆的乖孫，你怎麼變成了這副模樣？尊主，念和小姐早就察覺到寧華小姐失蹤不對勁，多次哭着求見母親，全都被刁玉坤強行攔下。他還把念和小姐強行送入瓊芳院，表面是求規矩，實際上院中有人受刁玉坤指使，根本不教任何東西，反而日日對念和小姐毆打虐待。昨日，念和小姐趁看守不嚴，偷偷逃了出来，想要前往鄉下尋找母親，結果在途中遭遇不測，身受重傷。念和到底是為什麼受傷？是誰下的如此狠手？是一名富家子弟，見念和小姐容貌清秀，當街調戲輕捕，念和小姐奮力反抗，便被此人連同手下打成重傷，險些當場喪命。她是我蘇燕秋嫡女的嫡女，孤女的孤女，王女的王女，竟然遭受如此慘無人道的欺辱，此仇我不共戴天。用上最好的藥材，不惜一切代價，務必保住我孫女的性命。剩下的所有恩怨，由我蘇燕秋親自清算。老夫人，我是肇事者的親生母親薛金瑤特意找來傳話的。我家主母願意與您和解，特地讓我來請您前往街口一見，商議和解之事。前面帶路。這隻步搖價值1000兩，拿上它，你孫女被打的事就此作罷，不許報官，否則我定讓你付出代價。我蘇燕秋活了大半輩子，什麼風浪沒見過？我孫女的性命無價，不是一隻首飾就能輕易換取的。老夫人，你睜大眼睛看清楚，這隻步搖可是錦城閣的珍品，天下僅此一隻。這是我送給寧華的生辰禮物，怎麼會在這個女人手裡？你怎麼會有錦城閣的珍品？因為我相公就是錦城閣的東家刁玉坤。原來他是刁玉坤的外室，打傷我孫女的就是他們的私生子。好好好，吃我的喝我的，到頭來聯合外室謀害我全家，還用我的錢來羞辱我。現在你有多得意，我一會兒就會讓你死得多慘。我不知這首飾是真是假，我只要現銀。你這老婦人真是沒見過世面，連錦城閣的首飾都不識貨。既然你要現銀，我就讓人去給你兌。拿着步搖前往京城各大當鋪兌換銀兩。即刻傳令，京城所有當鋪銀號一律拒收這隻首飾兌換銀錢。夫人，
不好了，京城所有當鋪全都不肯收這隻步搖，1兩銀子都兌不出來。怎麼可能？這赤金點翠步搖可是锦城閣的珍品，而且全城當鋪都歸我相公管控，絕無兌不出錢的道理。夫人，我真的沒有弄錯，我已經跑遍了整個京城，確實沒有一家當鋪肯兌換現銀。既然這隻步搖無法兌換現銀，那你今日便封不了我的口。肯定是你這個奴才辦事不力，是你弄錯了。這賤奴才肯定在撒謊，給老子滾開！少爺，我沒有撒謊。老不死的，拿了錢趕緊滾蛋，不许再提報官的事兒，不然我打死你！放肆！你当街作惡，目无王法，将我孙女打成重伤，我报官是天经地義。你再不识抬举，我就讓你代替你孫女給本少爺暖床。本少爺還從沒嘗過老女人的滋味。這公子哥也太無法無天了，光天化日竟敢如此放肆！老人家太可憐了，孙女被打成重傷，還要受這種奇恥大辱。他爹是锦城閣的東家，咱們普通人哪敢上前阻攔啊？2個銅板，足夠買下那個小賤人的命。拿着這銅板，趕緊給老子滾！我孫女的命就值2個銅板，那你的命呢？哈哈哈哈哈哈！你這老女人居然敢問我的命值多少錢？既然你誠心誠意的發問了，那我就大發慈悲的告訴你，我爹是刁玉坤，掌控着京城頂級的錦城閣，富可敵國。我的身份貴不可言，我的命至少值1萬兩。1萬兩，可以買下整個京城。好，1萬兩是吧？既然你不讓我報官，那好，我今天就用1萬兩買你的命。老東西瘋了吧？就你這寒酸穷酸樣，還拿得出1萬兩？我刁家富可敵國，你連我們一根手指頭都比不上，還敢說這種大話？還想買我兒子的命？你買得起嗎？这老人家怕是被氣得神志不清了，穿得這麼樸素，怎麼可能拿得出1萬兩？得罪了錦城閣，就算有錢也沒用啊，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肯定是玉坤知道了情況，派人送來銀兩。老女人，拿着這些現銀趕緊滾，不許報官，否則這些錢就是你的買命錢。你个奴才，好大的膽子，居然敢推我！這銀兩是這位的，分毫不少，正好1萬兩。今天我就買你這個畜生的命！你居然有這麼多錢！想買我的命？不可能！錢到了，從現在起，你的命就是我的了。你個老女人，好大的膽子！娘，快救我！快去通知刁玉坤，就說有人要對適才下殺手，快去！你給我記牢了，蘇寧華喜歡吃什麼，討厭什麼，走路什麼樣，咳嗽什麼樣，全都按我教你的做，千萬不能露餡兒。記下了。老爺，不好了，小公子被人圍堵毆打，對方還拿出1萬兩要買小公子的性命。是哪個吃了雄心豹子膽的狂徒敢動我的兒子？你有沒有告訴對方我是錦城閣閣主？說了，可對方好像根本不怕您這個錦城閣閣主。整個京城都是我的，居然還不怕我，簡直是找死！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誰膽大包天。
大家快来帮我！我的相公乃是锦城阁阁主，事后我一定重重有赏，绝不亏待大家。锦城阁那么有钱，赏赐肯定不少，能巴结上阁主，以后也有好处啊。他给多少钱，我翻倍。所有人都给我站在原地，不许动！我们才不帮这种作恶多端的恶霸。老人家，我们支持你。想让我们助纣为虐，门都没有！老女人，你等着，我爹来了，一定会把你挫骨扬灰。对，我相公一到，你死定了！该被挫骨扬灰的是你们！我看谁敢把我的人挫骨扬灰！老爷，你可算来了！那个老贱人疯了，他要拿1万两买适才的命啊，还拿棍子追着打他！爹，那老女人差点把我打死，咱们刁家就要断子绝孙了，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放肆！一个不知死活的老东西，就算有几个臭钱，难道还能比我锦城阁东家更有权势？我倒要看看他是哪路神仙！尊主，不好了，聂河小姐快不行了。回春堂，快！老爷，你看，那老妇人一听说你要来，吓得直接跑了，分明是怕了咱们刁家。爹，她该不会是吓得跑去报官了吧？老爷，小的听说昨日被打的那个小姑娘快不行了，那老妇人应该是赶去回春堂了，绝对不能让她报官。你们两个立刻去回春堂拦住她，我留在府中准备今晚的洗尘宴。是。应风，即刻去请李万安，哪怕倾尽千金，也要把他请来。属下遵命。这不是黄金圣手李万安李大夫的马车吗？寻常人家根本请不动。娘，肯定是那个有钱的老太婆请来的。这老女人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能请得动李大夫？这里可是李万安李大夫，是谁有这么大的面子，能把你请过来？是锦城阁阁主亲自派人请老夫过来救人。你说谁？锦城阁阁主？不可能！我爹才是锦城阁阁主。没错，我才是锦城阁真正的阁主。好你个不要脸的老娼妇，竟敢冒充锦城阁阁主！我家老爷才是名正言順的閣主，你找死！就是，我爹才是阁主，你一個老東西也敢冒充，簡直膽大包天！我想起來了，老爺提過，他有個前妻，還生了個女兒。看來你就是那前妻的娘。原來你就是個沒用的錢婆婆，仗着一點舊情，就敢打着錦城閣的名義在外坑蒙拐騙。今天有我這個正牌閣主夫人，有我兒這個正統世子在此打假，你休想再招搖撞騙！把李大夫給我趕走，誰也不准給那個小賤人治病！李大夫，你要是敢救他，我打斷你的腿！來人！快去告訴老爺，就說這個老賤人冒充錦城閣閣主，請大夫給那小賤人治病，讓老爺立刻過來，把他抓去送官。這裡眉骨再平一分，弧度要再柔一些。寧華的眉骨沒有這麼鋒利，下頜收窄，不要這麼硬了，要更溫婉些。眼角微微下垂半分，更像久病初愈的模樣。是，小的立刻調整。必須做到一模一樣。今晚洗塵宴，絕不能出半點紕漏。老爺，不好了，大事不好！慌什麼？天塌不下來，出什麼事了？回老爺，回春堂那邊，那個老太婆正打着錦城閣閣主的名義，在外招搖撞騙，
還請了黄金聖手李望安大夫給那姑娘治病。天底下誰敢冒用我锦城阁阁主的名號？還是個老太婆？難道是蘇艷秋？不可能，絕不可能，哪有這麼巧的事？好一個不知死活的老東西，竟敢冒充我招摇撞騙，簡直是找死！备車，立刻去回春堂，我倒要親自看看他是個什麼貨色。應風，屬下在。当医者如同殺我孙女，杀无赦。你敢？我是锦城阁阁主夫人。我爹不会放过你的，你敢动我们试试？且慢，老夫是来救命的。此地若见血光，对病人极为不利，会冲了生机。今日我暂且留你们2条狗命，但罪不能不罚。尹峰，把他们按在泥里，给我磕头谢罪。刁世才，掌嘴！老贱人，你不得好死！我爹一定会杀了你！他就是怕了我们背后的锦城阁，所以才不敢真杀我们。娘，这老女人想治好那个小贱人，还想去报官，做梦！既然如此，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弄死那个小贱人。这些脏衣服全是脓疮毒秽，那小贱人本来就快死了，一旦沾上，必定加重伤势，必死无疑。好，咱们现在就给她套上去。小小年纪，竟被伤成这样，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必须立刻更换干净被褥，熏香消毒，否则伤口一旦感染，便回天乏术了。小贱人，给我去死！沾上脓疮，我看你怎么活！你们敢！就是要让他死！这个小贱人今天别想活！有我们在，他别想治好！把这些脏東西給我塞進他們嘴裡，刁世才打成豬頭扔出去！李大夫，現在可以放心診治了。姑娘傷勢極重，氣血兩虧，臟腑受損。我先開一方，穩住心脈，煎藥服下，或可吊住性命。立刻去後院煎藥。这是7日絕魂散，無色無味，劇毒無解，只需一口，那個小賤人立刻斃命。娘告命，這次他死定了。喝，快喝，喝了就死。死了乾淨，一了百了。薛金瑤，刁世才，你们一再要置我孙女於死地，別逼我，現在就取你們狗命！大家快來看啊！這個老女人是刁家錢婆婆，冒充錦城閣閣主招搖撞騙。她賒賬1000兩，請大夫給孫女治病，花的全是錦城閣的錢，不要臉！快來看騙子，騙吃騙喝騙大夫，就來你們找我！蘇夫人，病人此刻最需靜養，如此喧嘩，藥效再強也無用。忍無可忍，無需再忍。尹峰，把他們的嘴堵上。蘇夫人，
聂河小姐的命暫时保住了，但是她伤势太重，伤及根本，这辈子恐怕都只能这樣吊着一口氣活下去了。命保住了就好，既然命保住了，那接下来就该一步步清算了。迎风，把薛金瑶、刁世才给我带到县衙公堂，我要击鼓鸣冤。是。老爷，那老妇人刚才把那对撒泼的母子全都送到县衙公堂去了。该死！到底是哪个老东西敢动我的人？升堂威武！堂下肃静，有冤诉冤，有据举证，本官依法公断。民女苏艳秋状告刁世才当街施暴，毒打我孙女苏念和，致使孩子命悬一线。其母薛金瑶3番5次闖入医馆，阻挠医治，一心要将我孙女斩草除根。今日民女呈上完整剧烈，恳请大人严惩凶徒，为民女和垂危孙女讨回公道。大人，他这是血口喷人，此女乃是刁家弃妇之母，因怀恨在心，便公然冒充锦城阁阁主身份，招摇撞骗，赊欠1000两白银请动大夫。事情败露后，反倒倒打一耙，污蔑我母子伤人。我根本没有碰过那个小贱种一指头，是他自己摔伤。他们祖孙联手设局訛詐我們刁家。大人明察，切勿被這老太婆的一面之詞蒙騙。是非曲直，不是靠嗓門大說了算。今日，我便讓你母子在證據面前無從抵賴。大人請看，這第一樣是回春堂在蘇念和被打後第一時間接診的時辰木牌，行凶時間與就醫時間完全銜接，絕非事後偽造。這第二樣是大夫當場驗傷寫下的傷情文書，寫明傷痕為鈍器踢打所致，位置、力道、深度與街口行凶現場完全符合，絕非自己摔傷能形成。這第三樣是圍觀百姓10戶聯保證詞，所有人一致指認當街行凶者正是刁世才。不過是幾張紙而已，時辰可以造假，文書可以編造，百姓可以被收買，你憑什麼用這些東西定我兒的罪？我當日根本沒有去過街口，我從早到晚都在書院讀書，有先生，有同窗為證，我有不在場證明。大人請看，這簽到簿有我兒名字，這同窗證詞有人作證，這先生證言有先生畫押，三者環環相扣。我兒全天在學，從未外出，如何行凶？蘇艷秋所呈證據全是構陷。書院三方互證，但無破綻。第一輪原告證據暫顯不足。大人再看此物，這是從念和指甲縫中傷口深處提取出來的絲絨，這是對照衣料，此料名為錦絨絲，是刁家內院專屬製造，獨家使用，市面無二的衣料。刁世才，你從未靠近過蘇念和，你家獨有的衣料為何會嵌在他的血肉之中？荒唐！1個月前，刁府庫房失竊，丟失一批錦絨布料，竊賊乃是府中舊僕。而那舊僕受過蘇艷秋重恩，是你指使那個僕人偷出布料，故意碾成絲塞進小賤種的傷口裡，栽贓到我頭上，你用心歹毒，天地難容。大人，僅憑一截不知從何而來的絲絨，就定我兒罪行，於理不合。蘇艷秋完全有時間、有能力、有動機布置這一切，他才是設局之人。原告，此物證確有栽贓可能。你還有何話說？我還有證據。你說刁世才當日在書院讀書，請大人查驗。
這是先生親筆停學告示，全院停課。这是書院值守記錄，當日無人出入。這是雜役證言，書院全天落鎖，當日根本無授課、無聽講、無簽到。你那簽到簿是偽造，同窗證詞是串供，你根本不在書院。即便停課，我兒也可去書院溫書。這些不能證明他外出傷人，他連書院門都沒出，何來借口傷人？雜役證詞寫得清清楚楚，停課之日，書院大門落鎖，無人出入。你說布料被舊僕所偷，這名刁家舊僕早在半年前就已病亡下葬。這是墳冢地契，這是棺材鋪單據，這是地保與鄰里聯保。死人如何偷布，死人如何受我指使？你們這是睜眼說瞎話。那是別的僕人，是你收買了別的僕人。刁府上下奴僕名冊在此，近半年並無僕役接觸過錦榮鋪房，你還要狡辯到何時？你們先用書院不在場證明刁世才從未到過街口，又用舊僕偷布栽贓解釋私榮來源，可你們邏輯早已自相矛盾，不攻自破。若真從未傷人，何須栽贓一說？你們越是辯解，越是證明你們在掩蓋真相。大人，此人是薛金堯親隨王二。蘇念和被打後，薛金堯派他持着赤金點翠布謠去當鋪變賣。這是當票存根，日期、金額、物品全部對應，目的只有一個：拿錢封口，逼迫我不得報官。你當堂回話，是不是刁世才當街行凶？是不是薛金堯逼我私了，不准告官？是刁公子打的人，是夫人讓我拿布谣去換錢，逼着老夫人不能声张，不能報官。我說的全是實話。刁世才、薛金堯當街行凶，偽造證據，公堂欺瞞，罪證確鑿，不容狡辯。來人，眾家所拿，打入大牢，等候重判。我不服，我是被冤枉的。爹，救我！住手！誰敢动我的人？你到底是誰？刁玉坤，別急，下一個輪到你。索拿！老爺，救我們！是那個老夫人，是你那個賤婆婆！爹，他冒充锦城阁主，请动黄金射手救那个小賤人，还用权势把我们打入大牢。他这是要赶尽杀絕啊！你要是不救我們母子就死定了。賤婆婆，他們說的是蘇艷秋嗎？可蘇艷秋現在應該在洗神宴啊！不行，我必須立刻去洗神宴，我必須確認到底是不是。為替你們報仇，很快就接你們出來。你別走！爹。3年了，您終於回來了，女兒日日夜夜都在想您啊。刁玉坤，你就找了這麼個貨色，連寧華半分神韻都沒有。娘想你和念和想得緊，等不到書信便提前回來了。入座吧。這是今年最新鮮的春芽，你從前最愛的味道。好吃，還是娘最疼我。吃着，當真無礙，身上沒有半點不適。沒有啊，好吃得很，一點都不難受。沒有不適，寧華自幼聞龍腦香，必眩暈嘔吐，寸步難行。今日這店內燒的正是龍腦香，你卻談笑風生，穩如泰山。你告訴我，這是為什麼？娘，寧華在鄉下養病，常年用龍道安神，早就耐受了，所以才沒有反應。耐受？是嗎？是，娘，這是因禍得福啊。娘一路辛苦，我特意備了您愛吃的菜。
你幼时為我擋歲辭，掌心3道深疤，入骨難消。當年連太醫都說去不掉，現在這3道疤在哪兒？他怎麼？我問你的話，你不敢答，反倒要去看刁玉坤。你們之間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這我這個當娘的不能知道的。娘，鄉野間遇到一位奇人，給了祛疤藥膏，所以疤痕才消了。哼，奇藥膏，當年我尋遍天下名醫，耗盡千金奇藥，都沒能消去這3道疤。你告訴我，這位鄉野神醫用的是什麼仙方？是白玉林、冰魄草、軟紅絲3藥合一，天下奇方。白玉靈調經，冰魄草清熱，軟紅絲止血，3味藥沒有半分去疤之效。刁玉坤，你就這點本事嗎？我再問你，寧華當年難產傷了根本，1年4季手腳冰涼，從不敢碰冷酒冷菜。可你剛才抬手就飲冷酒，面不改色，你這身體像個久病3年的人嗎？你還敢裝？哼！寧華右肩當年墜馬留下舊傷，抬手不能過肩，稍一用力便痛入骨髓。可你剛才為我夾菜、提壺倒酒，動作流利順暢，半點滯色都沒有。這傷也被你那鄉野神醫治好了。你最不該忘的是，寧華心口有一顆天生的朱砂小痣，只有我這個當娘的知道。你敢把衣領拉開，讓我看一看嗎？你敢嗎？龍腦香不怕，掌心疤消失，肩傷全無，心口無痣。你全身上下沒有一處是我的寧華。刁玉坤，你每一次圓謊，每一次遮掩，都在告訴所有人，她不是久病的蘇寧華，她是你找來的替身。我的女兒早就被你殺了。民女蘇燕秋狀告赘婿刁玉坤，3年前蓄意謀害青女蘇寧華，殺妻奪產，人神共憤，懇請青天大老爺為民女做主，為死者伸冤。堂下肅靜。蘇燕秋，你狀告刁玉坤殺妻，可有半分實據？大人，3年之前，我的女兒蘇寧華無故失蹤，刁玉坤對外宣稱她去鄉下靜養，一去3年，音信全無。可真相是，他早就將我女兒殘忍殺害，屍體偷偷埋在蘇府舊院枯井之中。這具白骨就是我苦死冤死的女兒蘇寧華。大人，他一派胡言，血口噴人，不過是一堆無名無姓的枯骨，他憑什麼說是蘇寧華？無憑無據就想定我的罪，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看他是喪心病狂，故意構陷朝廷子民。大人，此鎖是蘇寧華從滿月起貼身佩戴20餘年的金鎖，從不離身。鎖心內壁刻有一行很小的字：05年臘月初8，寧華平安。這是我親手為女兒定下的生辰密字，天下只有我母女2人知曉。此鎖正是從那口枯井之中與屍骨一同挖出。請問刁玉坤，我女兒的貼身金鎖為何會出現在埋屍的枯井裡？一把鎖而已，也能算證據？這鎖是你蘇燕秋的東西，你想什麼時候丟進井裡就什麼時候丟進井裡。你先把鎖扔進去，再把骨頭挖出來，反過來栽赃我殺人，這套把戲騙得了誰？大人，此證純屬偽造，根本不足為信。此物證雖有蹊蹺，但若說是事後放入，也勉強能圓。好，你說鎖是我放的，那這泥土你又要如何狡辯？大人，這瓶是枯井內壁的生土，1000年不動，土質獨特。這瓶是從你刁玉坤3年前穿過的舊靴底刮下來的泥，請大人當場比對2份泥土，土質、沙粒、顏色、成分完全一致。請問刁玉坤，
你若没有去那口废弃枯井邊埋屍，你的靴底為什麼會沾着只有井底才有的土？笑話，天大的笑話！京城之大，土質相同的地方成千上萬，我偶爾路過那片地方，踩了一腳土，何罪之有？憑這一點，就說我殺人埋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再說，我妻子蘇寧華明明在鄉下好好活着，何談被我殺死？大人請看，蘇寧華就在這裡，活生生的人，何來屍骨？何來被殺？哼，大人，我不是蘇寧華，是刁玉坤花錢雇我，让我假扮他，欺騙大家的。我是假的。大人，不要信他，此女定是被蘇艳秋收买了。真正的蘇寧华肯定是被蘇艳秋藏起来了，他從來都看不上我这個赘婿，所以想這一出計策害我。此言確實有理，替身一事無法直接定刁玉坤殺妻之罪。好，替身你說是我收買，泥土你說是偶然踩到，金鎖你說是我后放，那這些呢？大人，這是近3年來刁玉坤以自己名義連續多次購買的藥材單據，上面清清楚楚寫着安眠散、斷魂散、屍骨膏，全是無色無味、入口即死、屍骨難查的劇毒，而購買的時間點正好與蘇寧華失蹤，也就是被他殺害的時間完全吻合。刁玉坤，你買這麼多劇毒藥材不是用來殺妻，是用來幹什麼？我當是什麼證據？原來只是幾張藥單。大人，我買藥光明正大，用途清白。安眠散是為了家宅鼠患橫行，用來毒殺老鼠；斷魂散、赤骨膏是為了給外使薛金堯調理頑疾、外敷祛瘡。這些藥全是家用。蘇艷秋純粹是牽強附會，胡亂攀咬。藥材用途卻可另作解釋。這一輪仍不足以定罪。刁玉坤，你以為你做的天衣無縫？你以為你能瞞天過海？睜大你的狗眼，看清楚這是什麼？這是你和蘇寧華成婚之前親手寫下的定情血書，上面清清楚楚有你親筆簽名，還有你按的食指指印，這是你這輩子都抹不掉的印記。這些是你這3年來模仿蘇寧華子筆偽造的家書，你每寫一封都會偷偷按上指印，假裝是蘇寧華親手所寫。你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可今日我便以秘法顯影，讓你那些見不得光的指印重見天日。請大人比對。刁玉坤，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你以為字跡能仿，筆跡能仿，可人的指印也能仿嗎？為什麼蘇寧華的家書上面全是你的指印？因為寫信的人根本不是蘇寧華，是你，他早就死了，早就被你殺了。你有殺妻夺產的動機，你有購買劇毒的單據，你有埋屍現場的泥土，你有偽造家書的指印，樁樁件件，環環相扣。你還敢說你是無辜的？你還敢說我是構陷？你還敢說你沒有殺寧華？我沒有，不是我，是你陷害我。陷害你，是你自己狼心狗肺。當年我怜你是窮書生，招你為赘婿，待你如親子，給你權，給你錢，給你地位。可你呢？你恩將仇報，為了獨吞錦城閣，為了爬上更高的枝頭，你竟然狠心殺死對你一心一意的妻子。你還是人嗎？你簡直豬狗不如，畜生不如！刁玉坤，你謀害发妻，殺人埋屍，偽造家書，欺瞞世人，鐵證如山，不容狡辯。本官判決，刁玉坤殺妻罪名成立，終家所死，打入死牢，等候秋決。蘇艷秋，
我恨你！当年你打心底里瞧不起我，你把我当狗一样使唤，我就是要让你尝尝老年丧女孤苦无依的滋味，你活该！你一辈子都活该！畜生！我苏艳秋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瞎了眼，把我女儿嫁给你这个衣冠禽兽、蛇蝎恶魔。宁华，娘的女儿，3年了，整整3年了，娘终于为你报仇了，终于可以让你堂堂正正入土为安了。他们怎么会出来？应风，速去调查。是。尊主，属下查明，刁玉坤一家3口是大皇子以案情重大，需宗室重审为由，当庭无罪释放，并且还调查得知3年前，刁玉坤，你既投我，便要将景神阁变作我的眼线，商号监视百官，密信傳送，操控粮價，供给银錢。臣願為殿下效犬馬之勞。我不同意，蘇家世代經商，不設皇權，不繳朝局，要做爪牙，你們自己去。不肯為我所用，留着便是禍患。刁玉坤，此事你親自處理。是，殿下，臣明白。尊主，表面是刁玉坤殺妻，實則一切都是大皇子授意。真正害死大小姐的是大皇子。原來如此，刁玉坤是刀，大皇子才是執刀之人。大皇子刁玉坤，你們欠我女兒一條命。從今日起，我以莫格尊主之名向你們復仇。莫格上下全憑尊主號令。這天下財脈我來掌，這盤棋我來下。你們欠寧華的，我會一點一點，連本帶利，全部討回來。二皇子現在處境如何？回尊主，二皇子早已被大皇子陷害，關進了宗人府。備車，去宗人府。止步！大皇子有令，二皇子瘋癲失智，任何人不得探視，違者以同黨論處。讓開！休想！帶我進去。你是誰？來看本皇子笑話的？我不是來看你笑話的，我是來幫你拿回屬於你的一切。幫我？我現在是宗人府的一條喪家之犬，拿什麼整，拿什麼搶？就憑你是皇子，憑大皇子作惡多端，憑我有能力扳倒他。你到底是誰？我是蘇艷秋，錦塵閣閣主，也是被大皇子和刁玉坤害死的蘇寧華的母親。我要為女兒復仇，要讓刁玉坤一家3口血債血償。你要東宮之位，我要仇人伏法。你我是天生盟友。你憑什麼讓我信你？你憑什麼和大皇子鬥？實力你很快就會看到。現在我只問你一句，你還想不想站起來，做堂堂正正的大藥儲君？好，我信你一次，但我要親眼看到你有與皇權對抗的本事。如你所願。啟稟殿下，蘇艷秋今日強闖宗人府，求見二皇子，被攔下後，還是設法進去了。哦，蘇艷秋，他倒是敢伸手。殿下，他這是擺明了要扶持二皇子翻身。翻身？他不過就是個錦塵閣閣主，手裡有幾個錢罷了，在皇權面前，再有錢，也只是地上的一隻螞蟻。彈指就能碾死。殿下英明，只是不可不防。防？他還不配。你們是什麼人？竟敢私闖御史台，有何目的？李御史，3年前你收受過吏部侍郎的賄賂，去年秋闱你為侄兒徇私舞弊，這些東西足夠你滿門抄斬。
你想干什么？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明日早朝，你当众上奏，宗人府传出二皇子疯癫失智，百姓流言四起，越傳越妖魔化。二皇子究竟何時瘋癲？是真是假？無人上報，無人查驗，請陛下派太醫當堂確診，以正視聽，安定朝野。我若是不答應呢？不同意，死的就是你。我答应你。臣有本启奏：近日宗人府疯傳二皇子瘋癲失智，百姓流言四起，人心浮动。二皇子是否真的失智？何时失智？无人上報，无人查驗。臣懇請陛下派太醫當堂確診，澄清謠言，安定朝野。父皇，儿臣以為不必。二皇子先前貪腐瀆職，行為乖張，本就是瘋癲之態，何必多此一舉？殿下此言差矣。皇子風評關乎國本，謠言不止，則民心不安。若二皇子本無瘋癲，長期幽禁，豈不寒了天下人之心？有理。傳朕旨意，召二皇子上殿，派太醫當堂診脈。回陛下，二皇子脉象平和，神志清明，并无任何疯癲失智之症。老二，朕問你，你對儲位可有野心？兒臣不敢，兒臣只知百事孝為先，萬事忠為首。兒臣心中只有父皇，只有大耀江山。陛下，二皇子仁孝純良，並無瘋癲，懇請陛下赦免二皇子，讓其戴罪立功。兒臣知錯，請父皇恕罪。父皇，不可！二皇子罪孽深重，放出來必成大禍。罷了，二皇子，你即日起解除宗人府监禁，回府思過。兒臣謝父皇。今日之事，多謝蘇閣主，沒有你，本王還在宗人府不見天日。不必謝，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如何謀劃？閣主心中想必已有計策。靜待大皇子出手，他沉不住氣了。都怪你！你說蘇艷秋不足為懼，現在好了，二皇子被放出來了。殿下息怒，是屬下失策。既然來明的不行，那就來暗的。你立刻去散播謠言，就說二皇子勾結富商，操控錢法，意圖架空皇權，再把錦城閣扯進去，讓全京城都知道，二皇子是靠蘇艷秋的錢才從宗人府出來的。是，屬下這就去辦。殿下，滿城都在議論二皇子官商勾結，民心對二皇子極為不利。很好，再給本殿下一劑猛藥，暗中停掉邊關嚴隱，把這筆賬也栽到二皇子頭上。蘇閣主，滿城流言都說我官商勾結，意圖架空皇權，父皇最忌諱這個。如今嚴隱又停了，大皇子必定在朝堂上置我於死地，我該怎麼辦？明日早朝，你按我說的做，其餘不必擔心。好，我信你。父皇，二皇子剛出宗人府，便與錦城閣蘇艷秋往來過密，暗中勾結商賈，擾亂市面錢貨流通。更過分的是，他為謀取私利，擅自克扣邊關鹽運供給，致使邊關軍民食鹽短缺，民生困頓，危及邊關安穩，罪大惡極。兒臣懇請陛下廢除二皇子，嚴懲蘇艷秋。父皇，兒臣冤枉，兒臣從未官商勾結，更未停過邊關鹽池。兒臣請求傳蘇艷秋進宮對質。選蘇艷秋。蘇艷秋勾結二皇子，謀私亂國，還不認罪？蘇艷秋，邊關鹽引是否因你而停？你是否與二皇子私相勾結？回陛下，沿路暢通，從未中斷。大皇子所言，全是構陷。當真？陛下可即刻派人前往邊關查驗。鹽引早已由民間商號代發，一路通暢，軍民無缺。大皇子必會停鹽引嫁禍。
你即刻安排，将盐引转民间商号待发，沿路不断，不留破绽。是。启禀陛下，边关沿路畅通，盐引齐全，并无中断。大皇子，你还有何话可说？父皇，是苏彦秋再造儿臣，是他。陛下，这是大皇子与盐引巡使私下来往的密信。尊主，信使已拿下，密信在此，全是大皇子亲笔。盐引即刻停发，嫁祸二皇子，不得有误。事成之后，许你高官厚禄。逆子，这字迹是你亲笔，朕从小看到大，模仿不来，你还有何话可说？父皇，儿臣错了，儿臣一时糊涂，求父皇饶命。父皇，儿臣恳请削减王府所有開支，全數充作軍饷，以安民心，以報父皇。二皇子仁孝之禮，堪為表率。大皇子構陷親兄弟，禍亂朝綱，罰俸3年，禁足王府，閉門思過。蘇彦秋，今日之辱，我必百倍奉還，要你死無葬身之地。我很期待，看你接下来還有什麼手段，送我們二皇子順利登上95之尊。再這麼下去，父皇遲早徹底厭棄我，必須給二皇子致命一擊。殿下，唯一能一擊致命的，只有謀反之罪。好，就用謀反。大皇子輸了這一局，必定狗急跳牆。他下一步一定會栽贓你謀反，你我只需將計就計。一切聽閣主安排。王爺，二皇子請您到側殿一敘，有要事相商。殿下，藩王請您到側殿。父皇，大事不好！二皇子勾結藩王，私會密謀，意圖謀反。胡說！兒臣不敢欺瞞，父皇隨兒臣來一看便知。父皇，他們4人聚在此處，就是要兵變謀反，請父皇立刻將他們全部誅殺。陛下，謀反二字從何談起？父皇，你看，這是龍袍，這是兵符，這是二皇子收買禁軍副將的贓金，證據確鑿，他們就是要謀反。逆子，你竟敢！陛下請息怒，且容臣一一拆穿。第一，這兵符是假的，真正的兵符一直在皇宮內庫。第二，這龍袍上織的不是龍紋，是大皇子專屬的蟒紋樣式，陛下一看便知。第三，這位禁軍副將根本不是被二皇子收買，而是被大皇子收買。陛下，奴才罪該萬死，這些全是大皇子給奴才的，讓奴才配合陷害二皇子謀反，奴才良心不安，不敢再隱瞞。大皇子狼子野心，不配繼承大統，懇請陛下為天下做主。陛下，皇宮內庫兵符在此，完好無損。逆子，你竟敢如此！父皇，這一切都是大皇子一手策劃，兒臣冤枉。父皇，兒臣錯了，兒臣是太心急了，兒臣一時糊塗，求父皇饒命。糊塗！朕饒你一次又一次，你為了儲位，竟敢構陷親兄弟，謀逆作亂，朕絕不原諒。來人，將大皇子拿下，打入宗人府，永世監禁。父皇，兒臣冤枉。父皇，二皇子，你仁孝深厚，品行純良，朕今日宣布立你為東宮太子，總理朝政。兒臣謝父皇。刁玉坤、薛金堯、刁世才謀害主母，構陷忠良，勾結皇子，禍亂朝綱，
罪證確凿，即刻斩立决。明华、念和，娘终于替你们母女报仇了。